昨天晚上刚好还剩下一些剩米饭，如果没有剩饭的话，你们可以用直接现煮现做哈。先把一个鸡蛋蛋清蛋黄分离，然后我们只取蛋黄部分。等一下这个蛋清我们等一下就一起炒着吃。把蛋黄加到这个剩米饭里面，加入1勺生抽，然后半勺老抽，先给它充分给它抓匀。这种酱油炒饭就是一定要提前让它上色，就是粒粒分明，这样等一下在炒的时候，后续我们就会简单很多，就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很少下厨的朋友。我们只需要加1颗蛋黄，蛋清不要加进去，不然的话水分很多，等一下炒不出粒粒分明的感觉。像这样子，充分就染色就可以了，放一盘备用。另外一个鸡蛋我们就跟蛋清打在一起，等一下一起炒。因为我女儿比较喜欢吃午餐肉，所以我还会切一点这种午餐肉丁儿，等一下一起炒。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哈，也很好吃的。酱油炒饭其实你可以加一点那种蔬菜、甜豆、胡萝卜丁、玉米呀，像这种午餐肉或者是火腿丁儿都可以。最后我们再切一点葱花，就很多炒饭都必定少不了这个葱花，就很香的炒出来。好了，我们食材就备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等一下操作起来会更简单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铁锅烧热哈，烧到冒烟，我们再倒入食用油。接着我们下入鸡蛋，给它快速滑散。等一下让这个蛋不是很明显，就是说一定要炒得这么碎碎的。接着我们下入午餐肉丁，把它的油脂给它炒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米饭给它倒进去，全程中大火炒。很多朋友就是炒出来的饭会粘连，就是从第一步一定要记好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铁锅给它烧到那种冒烟的程度，后续你不管是炒蛋啊还是炒饭，它都不会粘锅的，而且越炒越干香，越炒越颗颗分明更好。全程这个火力也不要降下来，降下来就容易粘锅或者粘连了，就是中大火这样炒。中途可以加点盐调味啊。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加入葱花了，再给它翻炒1个几下，把香味炒出来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炒饭好不好吃，就是看锅气。你看，全程底下都是不会粘锅的那一种，就证明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，朋友们。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酱油炒饭就做好了，太香了，可以试做一下。老香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多吃点啊。对，我刚才就是我老公去接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白灼生菜，然后炒了一个这种茭白炒牛肉吊龙，等一下就拌一拌。我煮了一个荞麦面，我的主食。妹妹，这个吊龙你尝一下，嫩到不行，嘴巴直接来。这个最贵的部分，有没有超过你心目当中的干贝炒饭？有吗？那为什么上一次的蟹黄炒饭没超过，这个反而超过了？我们那个时候说错了，也超过了1步。那这个有超过吗？超过了2。牛肉多劲。哇，我还想再来一个自建牛肉。我们买了2斤牛肉，到时候又要包点水饺，当早餐，好吗？你有贴着这个短胖辣椒找一个牛肉给我？有啊，这不就是吗？可是我怎么感觉没味道啊？因为你现在辣度又提高了呗。你以前不敢碰短胖辣椒，现在对你来说，这个短胖辣椒已经没有杀伤力了。争取给它吃完啦。这个差不多，等一下再吃一点。妹妹肯定那一碗不够的。别人夸我的时候，我也有点排斥。有点排斥呀？是吗？我就那个讲故事比赛嘛，我就得了一个2等奖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就有点不认识啊，很厉害。我同桌的前桌，
我家园。你跟他说你得2等奖吗？没有，他自己看到通知了，老师不是发了一个通知吗？ 2等奖很厉害，给的。你妈妈去比赛不一定能得2等奖，难道你还要第3名、第4名？很有可能。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我当然有信心了。我只是说你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肯定比你妈优秀，懂吗？那妈妈，如果我们2个交换身份的话，你感觉你会得几分？1等奖拿下。那如果是2等奖、3等奖呢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你太骄傲了。你妈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要一会儿骄傲，一会儿谦虚的，你要适应，懂吗？我没适应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要拿1等奖。那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，可是呢，你在当场发挥的时候突然忘词儿了，那就得2等奖呗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下次再记得跟1等奖。总之，人生不停的往前进，你就是要得1等奖。对，我就是要得1等奖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嗯，我心里永远都是奔着1等奖去的，但是如果没有，我就下次再继续奔着那个1等奖。我也是，对吧？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想法？也对。对吧1等奖的话，我可能会骄傲。会骄傲，对呀、而且我觉得一下子就到达高峰的话，你会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。我觉得2等奖是有一个进步的空间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。不一定要做到每一个东西都极致的好，是吧？接受自己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哎，我们有进步的空间，对吧？很好。